小姑子患上了易乳的隐疾，来到城里的大医院治病，临时住在了我家。后来，恋爱脑的小姑子被渣男骗了感情，意外怀孕了，老公却对她说：“他不要你，哥养你，以后你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，继承我家全部财产，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”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我老公程志伟原本是龙凤胎，可小姑子在3岁时遭人拐卖，成了老公和婆婆一生之憾。半年前，小姑子方美涵通过拐卖信息的对照，意外找了回来，一直在乡下陪伴婆婆，和我们千里之遥，也无甚交集。最近，小姑子总觉得胸前胀痛，就来到城里的大医院检查，发现得了易乳的隐疾，有些严重，需要手术。可她坚决不肯手术，选择长期保守治疗，还付不起高昂的住院费。哥，嫂子，我才不要做手术，反正就是一条贱命，大不了就不治了。我看着小姑子急得哭泣的模样，心中十分复杂。我对这个今年才找回来的小姑子并没有什么感情基础，说白了和陌生人无异，但她毕竟是我老公的亲人。果然，程志伟劝我，美涵她刚找回来不久，一个人在城里孤苦伶仃的，又没有住处，就让她先住在咱家吧。可女儿婷婷才几个月大，我也刚出哺乳期，哪里有空多照顾一个成年人？小姑子却红着眼说：“嫂子，我可以帮你带孩子，还能给你做饭，你就当雇了个免费保姆在家，给我口饭，给个地方住就行。”方美涵哭得梨花带雨，还有老公的祈求，我只好同意了，让小姑子暂住在我家。幸好，小姑子并没有成为我的负累，除了定期去医院接受治疗，其余时间，她就在家里帮我带孩子，还把家务收拾得井井有条。晚上熄灯前，方美涵已经帮忙把婷婷哄睡着了，很让我省心。我和老公相拥而眠时，她开始给我讲小姑子的事。她神情悲悯，美涵过得实在是太苦了。她很小就辍学出去打工，还被渣男骗了感情。现在的她心思也只是个小姑娘而已啊！我听着听着，也不禁对这个女人感到同情。正当我想说些什么时，胸前一阵强烈的刺痛让我几乎无法呼吸，我大气都不敢喘。老公，我可能有点毒奶了，因为预设好的半年哺乳期结束，我吃了回奶药，但药效或许跟我的体质起了冲突。我胸前突然堵得像大石头，程志伟忙不迭问：“怎么样，老婆？很难受吗？需不需要我帮忙？”我想起医生之前说过的，堵奶的时候可以请老公帮忙。当时因为羞耻心一直没有践行过，可现在实在是太疼了，我只好又羞又急地点点头。那你帮我一下吧。老公得令，立刻俯身帮我缓解起来。我被他缓解了片刻疼痛，渐渐的身心也松弛下来。程志伟做起这事来十分娴熟，手法、方位都好像做惯了似的，但我从没有教过他。当我问他，他却笑嘻嘻说：“其实我早就预料到你有这么一天，特意在网上学了不少这方面知识。遇到我这种老公是你的福气。”第二天起床时，程志伟嘴角还挂着乳白色的痕迹，顿时让我感到羞耻。我踮起脚尖，就要拿纸巾帮他擦掉。然而，当凑近看，我才发现老公嘴角的奶渍竟然是湿润的。难道一晚上还没干？怎么可能？老公，你早上起来已经喝牛奶了吗？程志伟揉了揉眼睛，打了个哈欠。没有啊，我也才刚睡醒呢，这就该上班去了。他起得晚要迟到了，回头看了一眼屋内，就急匆匆抓起衣服出了门。正当我纳闷时，
方美涵从房间里走了出来，伸了个懒腰，松松垮垮的粉红色睡衣从肩头微微滑落。她面色含春，脸上挂着疲惫的微笑。嫂子早上好，我也对她打了招呼。你昨晚没睡好吗？怎么黑眼圈这么重？昨晚婷婷闹腾了几次，我为了不打扰你们休息，就亲自起来哄她，一晚上都没睡好呢。听到她这样说，我无端升起了愧疚。昨夜难得安静，我和老公睡得都很沉，没想到我们的岁月静好，是因为小姑子在替我们负重前行。一直到早晨9点多，婷婷都没有哭闹，而是在摇篮里安静地睡着，睡眠很沉。我心里暗暗佩服起方美涵的育儿能力来。远在老家的婆婆听说小姑子病了，放心不下女儿，千里迢迢过来探望我们。见到小姑子，婆婆眉开眼笑地抓着她的手，真是我的好闺女，要是能早点生下个大胖小子就好了，让我也抱抱孙子。小姑子顿时红了脸。程志伟轻咳了一声：妈，您胡说什么呢？美涵还没结婚呢，您担心的倒早了。我对婆婆这句不着边际的话也感到奇怪。她膝下并非没有孙辈，我女儿婷婷都6个月大了，而小姑子处于感情空窗期，连男朋友都没有。难道婆婆真的是老糊涂了？婆婆刚走没2星期，小姑子在吃饭时突然呕吐起来，吐满了桌上的饭菜。我顿时食欲全无，可老公却十分心疼。美涵，你怎么了？小姑子似乎察觉到什么，红着眼转身去了厕所，半晌惊讶地尖叫起来。我连忙和程志伟一起去查看，得到的竟是小姑子验孕棒2道杠的消息。你不是单身吗？这孩子是谁的？在我们的逼问下，方美涵终于哭哭啼啼承认了，原来是她前男友阿斌的。我跟他早就分手了，只不过是一夜情。他说他爱我，想跟我最后零距离拥抱一次，没想到就怀孕了。小姑子没找回来认祖归宗之前，一直在一家电子厂上班，有个谈了3年的男友叫张斌，两人早已分手。没想到一句甜言蜜语，恋爱脑的小姑子竟然就偷偷去赴了人家的一夜情邀请。那现在他人呢？我急切地问。方美涵瞬间抱头大哭起来，说那个男人早就已经跑了，音讯全无。我心头震撼，理智的反应就是当务之急是让小姑子把孩子打掉，免得影响一辈子。可程志伟非但没有骂醒小姑子，反而一味指责起那男人来，岂有此理？那个张斌真是欺人太甚，这个狗娘养的！我妹妹这么漂亮，跟过他算给他脸了，他居然还敢翻脸不认人。妹，你等着，哥这就去帮你揍他。话音刚落，老公抄起家伙就急吼吼的要去厂里查信息，声称要去那男人的老家找他算账。我赶紧拦住了怒发冲冠的他，以他的脾气，万一真闹出人命来就不好了。我让2个人都冷静下来，好好商量对策。小姑子突然说：哥，其实我自己也有想法，我已经30岁了，你和嫂子都有婷婷了，可我还孑然一身。我已经想好了，反正我这脑子总是被男人骗，以后也不结婚了，就把这孩子生下来自己养吧。程志伟沉思了片刻，居然重重地点了点头。妹妹，既然你这么想，哥尊重你的选择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恋爱脑小姑子竟然要生下这个孩子。最离谱的是，我老公还同意了。很快，程志伟就说出了更令我震惊的话，他对小姑子拍着胸膛保证：别伤心了，他不要你，哥养你，以后你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，继承我家全部的财产。我听到老公的话，简直如雷贯顶。
头皮都一阵发麻。可他握住了方美涵的手，眼睛炯炯发亮。等你生下这个孩子，就过继给我们。如果是男孩，正好承继我们的香火，也算我家这么多年没养你对你的补偿。我嘴唇微微颤抖，这才明白老公的用意，无疑被他戳中了痛处。因为生婷婷时难产大出血，我被迫失去了生育能力。因为没有儿子，他就饥渴到想过继别人的儿子，完成所谓的香火永续。小姑子被惊到没有说话。可当我私下里与程志伟对峙时，面对我的质问，他支支吾吾地说：如果美涵这一胎是儿子，婷婷是嫁出去的闺女，泼出去的水，本来就没有继承财产的资格，不如让给她。我几乎气笑了。那方美涵作为你家女儿，就有继承你家财产的资格了是吧？这又是什么道理？老婆，你看你话岂能这么说？那财产是给妹妹肚子里的孩子的，也不是给她的呀。他歪理一大堆，最终我们夫妻俩闹得不欢而散，开启了冷战。那些天，小姑子似乎为了照顾我的情绪，干起活来更加殷勤起来。当然，她也绝口不肯提打胎的事。程志伟有每天一杯早餐奶的习惯，这天早上他照例喝了一杯牛奶，就准备上班去了。因我回奶期睡眠不好，早上起得晚，又跟程志伟吵了架，所以给他准备牛乳的工作就成了方美涵的活计。今天喝完奶，程志伟破天荒地夸赞起来，嘴角还挂着一圈晶亮的奶渍。妹妹准备的牛奶就是好喝，甘甜醇厚。我喝了奶，这一整天都精神充沛。他喝剩下的杯子，我顺手拿去洗，却闻到了一股奇怪的腥味，除了奶味，还带有一股腥臊，不像牛奶的味道，但又和我哺乳期时清甜的母乳味道不一样。方美涵走过来，看到我刷杯子，急匆匆抢走了我手里的杯子。嫂子，你快去休息，这种小活我来吧。我纳闷起来，这是什么奶？怎么这么腥？当然是牛奶了，我早上去附近农场买的，可能是因为新鲜吧，多少都带点腥味。方美涵连忙解释，可是那家农场的奶我从前天天买，熟知新鲜的牛乳并不是这种味道，但我并没有说出口。最近女儿婷婷得了母乳戒断症，整日哭闹不休，我已经回奶了，正巧方美涵溢乳的毛病还没治好，于是就在帮忙喂奶。我和老公在沙发上看电视时，小姑子在后面带孩子。啊，婷婷又吐奶了！她惊呼了一声，嗓音娇媚，听得人骨头都要酥了。我和程志伟不约而同地站起身，我伸手接过了女儿。看到方美涵现在的姿态，粉面含春，娇喘微微。当我转过头时，程志伟猛烈地咳嗽了2声，状似无意地把遥控器垂落在了裆部。作为一个结婚多年的女人，我清晰地知道此刻男人的反应。我的心里已经积蓄了越来越多的疑虑，只是不想打草惊蛇，才没有说出口。晚上我再一次失眠了，尿意上来，突然想上厕所。刚他拉着拖鞋走到厕所门口，就听到一阵压低的说话声，是程志伟在打电话。他前几天得了中耳炎，听力有些下降，手机习惯了开免提，里面传来婆婆熟悉又粗嘎的嗓音：大伟，我找村里的大师算过了，美涵这一胎一定是男孩，能继承你的财产，到时候还多个老拌饭的当保姆，你们俩坐享其成，多好！我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婆婆口中老拌饭的免费保姆，不就是我吗？她竟然想要我伺候小姑子和孩子，还想让小姑子的孩子继承我家全部财产。可我老公却摇了摇头：妈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就算美涵这一胎是女儿，那也得留下呀。
俗话说，先开花后结果，不愁生不出男孩来。我突然感到奇怪，她和婆婆说的这些话，倒更像是对儿媳妇的肚子寄予厚望。以程志伟这个哥哥的身份说出，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。他们一家子到底在跟我打什么哑谜？我再也压抑不住心底的困惑，偷偷收集了他们俩的头发毛囊，不惜花费重金去专业机构做了血缘鉴定，结果让我大跌眼镜，他们二人根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所以老公那个被拐卖的龙凤胎妹妹，其实根本没有找回来，分明就是为了让方美涵顶替身份的假词。我气不打一处来，连握着鉴定报告的手都在颤抖。可婆婆脸上的欣喜不是假的，所以难道方美涵其实是怀了我老公的孩子？我悄悄起身，将耳朵附在了墙壁上。晚上，隔壁房间传来了小姑子难耐的低吟，几乎抑制不住，不禁屏住了呼吸。或许我最不想看到的一幕就在隔壁发生着。当我怒气冲冲地推开隔壁房间门时，却到了女儿婷婷被方美涵抱在怀里。小姑子正在让我女儿帮她解决毒奶的问题。见到我进来，她吓了一跳，怯怯开口：“嫂子，你怎么不敲门就闯进来了？你现在的样子好可怕。”我偏头看了看她房间里的落地镜，里面的我眼神凶恶，蓬头垢面，像极了一个泼妇。不禁惘然，到底是什么让我变成了这副模样？是孩子吗？还是男人？我上前一把抱起孩子，勉强勾起唇角，没什么，做梦想起孩子，来看看婷婷有没有好好睡觉。方美涵似是松了一口气，我一边拍着肩头的女儿，又问道：“看到你哥了吗？”半夜里醒来，就发现他没人了。他原本松懈的神情又紧绷起来，手指抠着床单，被我尽收眼底。啊，哥没在家吗？不知道他半夜去哪了，可能是和兄弟们出去喝酒了。程志伟从不喝酒，更没有什么一起喝酒的狐朋狗友。我恢复了一点理智，冷静地退后了几步，打量着这间屋内，很快发现了蛛丝马迹。衣柜里露出灰色男士袜子的一角，正颤巍巍地往里收着脚。他们刚才竟然当着我女儿的面，就在这里毫不要脸地卿卿我我。我强忍住怒火，攥紧了拳头，指甲将掌心掐出了血。庆幸夜色浓郁，他们看不清我脸上的表情，证据确凿。看来程志伟真的是出轨了，竟然还编造出一个所谓小姑子的身份，和婆婆一起诓骗我。我抱着女儿徐徐退了出去，告诉方美涵：“你等你哥回来的时候，不要进房间打扰我和女儿睡觉了，让她在沙发睡吧。”方美涵连连答应下来。回房间后，我哄睡了女儿，望着月光映照的天花板，辗转反侧，困意全无。我决心要让这对现世报的狗男女付出代价，血债血偿。第二天，我照常起床，起来后给女儿冲奶粉、做辅食。出来时瞥见老公赤裸上身，在沙发上睡得正酣，仿佛一个被妻子抛弃在外的晚归男人。我面无表情地将冰箱里的冰袋扔到他的肚子上。程志伟被一个机灵冻醒了，豁然睁开眼睛，迎来的就是我的质问：“老公，你昨晚上偷偷去哪了？”虽然明知他哪里也没去，可为了打消他的顾虑，我还是愠怒地问。程志伟伪装出一副宿醉的样子，大着舌头说：“还不是小琪他们昨晚上分手了，非要拉我去唱 K 歌，我这不是不想吵醒你们吗？就自己去了。”他向我百般道歉，又是指天发誓，才终于赢得了我的原谅。程志伟将我的腰搂在怀里，一手握住我的手以示安慰，低头在我额间亲吻了一下。
我偏头瞥向方美涵，她大约有些不忿，盯着脚上的拖鞋，半晌都没挪开眼，直到程志伟不经意间回头，两人的目光通过身后的落地镜交织在一起，黏腻浓稠，似是在无声地传递什么东西，而这一切微妙都被我尽收眼底。对了，老公，我给美涵找了一个房子，就在她诊所附近，租金已经交好3个月的了，稍后让她转给我就行，让她过去住吧。我突然笑盈盈开口，打破这一方异样的旖旎。方美涵愣了一下，旋即跟我老公异口同声答：那怎么行？程志伟眼睛猛一下瞪圆，你怎么这样子自作主张，不问人意见？我似笑非笑，怎么不行？老公，你得为美涵考虑考虑，她一个单身女孩子，长期跟哥嫂住在一起，以后怎么嫁人？没想到方美涵居然还红着眼拉住我的手，大言不惭地说：嫂子，我不嫁人，我就想一辈子跟你们生活在一起，给你们洗衣做饭。我真是个富有道德感和分寸感的小三呢。只是对于隐匿在冰山一角下的巨大阴谋，我反而更加好奇了。我不紧不慢地回握住他冰凉的小手：美涵啊，嫂子也是为了你好，那公寓就在街对面小区，你若是想过来，随时都能过来呀，无非是晚上不在这睡觉罢了。我刻意咬字了睡觉2字，果不其然，方美涵退缩了，连程志伟也默默闭了嘴。我勾了勾唇，拆散正浓的干柴与烈火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能做到什么地步。我谎称婷婷生病，不惜花重金把女儿送去了儿童护理医院，为期1个月。在那里，婷婷进行了抽血检查，没想到在年仅半岁的女儿身体里竟然检测出了安眠药成分。我听到这样的结果时，一阵眩晕，忽然想起这段时间，自从方美涵来到我家以后，婷婷的睡眠明显比之前好了很多，有时候日上3竿，也不哭不闹。可襁褓里的婴孩哪有不哭闹的？事出反常必有妖，出于对他的信任，我一直都没有察觉。医生叹了口气告诉我，幸亏你发现得早，不然这么小的孩子长期服用安眠药，会影响大脑发育和神经系统健康的。我气不打一处来，方美涵真是蛇蝎心肠，竟然为了留在我家，不惜给这么小的孩子下安眠药，在这对狗男女身边待着，简直是对我女儿身心健康的亵渎。我把婷婷留在了儿童医院住下，订了最贵的保姆和护理，才放心去做我的事。离开医院前，我心中默默对女儿发誓：婷婷，妈妈一定会给你一个清静健康的成长环境。我带方美涵住到了租下的公寓，一室一厅一卫，虽然简陋，但5脏俱全，足够她住了。我转头热切地对她说：美涵，你以后就在这里好好住着，要是缺东少西的，就跟嫂子说，我和你哥能帮你置办的，一定帮你。她憋了半天，还是犹犹豫豫告诉我：嫂子，我舍不得你跟婷婷，是舍不得男人，离了男人活不了吧？我心中满是嘲讽，快速打断了她的话：女大不中留，更何况是在哥哥家，我们家就3室一厅，婆婆有时候过来住，婷婷以后长大了总要有自己房间的，你就在这里安心住下，我把房东的号推给你。对了，水电暖费用记得自己交上哈。我先走了，嫂子你急着去哪？方美涵急忙拉住我，我笑了笑，今天是我和你哥结婚3周年纪念日，我们打算去外面开个情侣酒店住住，难得婷婷有人照顾，我们过一下2人世界。2人世界4个字，正是我说出来刺激方美涵的。说完我就拂开她的手，匆匆离开了。
留给方美涵一个决绝的背影。临走时，我去到了方美涵眼神里的愤恨。这间公寓虽然小，但被我在隐蔽处装满了私密摄像头，足以洞悉她的一举一动。今天正好是我和程志伟结婚3周年纪念日，这个消息也是我刻意强调给他听的。没有哪个女人希望知道自己的男人在和别的女人住酒店，即使是情人也不例外。占有欲本就是情爱里重要的一部分。晚上8点，我和程志伟约好在情人酒店订的烛光餐厅，他迟迟未到。我打开了平板上的监控软件，戴上蓝牙耳机，观测着方美涵小公寓里的一幕。果不其然，很快程志伟就上门了，给他带了一大箱子生活用品。方美涵慵懒地倚靠在门框，只穿着吊带睡衣的她，风情万种，在没有之前同一屋檐下时的娇怯。妖艳贱货，这才是你的真面目吗？我冷笑不已。我叫了你老婆好几个月的嫂子，真是笑发财我了。他轻抿下唇，搂住程志伟的脖颈。你妈还想让我给你生儿子呢，这样以后你和黄脸婆离婚，我们结了婚，我才能在你亲戚朋友面前挺起腰杆来，不被人说闲话呀。他说这话时，定定地望着程志伟，眼波似一汪秋水。程志伟露出一个意味不明的笑，将东西放下。那你好好休息，不要再熬夜了，免得影响我们宝宝的健康。听到这里，我已经了然于胸，难怪婆婆先前对她那么上心，原来是因为不瞒我生的是女儿，要靠方美涵来给他们家延续香火。方美涵娇滴滴笑道：那你今晚要留下来陪大宝贝和小宝贝吗？她闻言看了看手机，收起了笑。今天实在太晚了，我还有事情，不如改天吧。也好，毕竟你还要陪老婆嘛。方美涵赌气地点点头，突然话锋一转，不过在离开这扇门之前，你都有反悔的机会。话音刚落，程志伟刚想转身，就被女人娇小的臂弯紧紧抱住。他神情一凛，紧接着快速俯身和方美涵拥吻在一起。阿伟哥哥，我就知道你是最爱我的，都3个月了，轻一点，应该没问题的。方美涵神情闪过一丝得逞的心悦，她深知今天是我和程志伟的结婚纪念日，故意挑了现在要他放我鸽子，完全是司马昭之心。我在对面看着这香艳的场景，默默攥紧了拳头，快速输入电脑程序，按下了开关。我的工作是专门为大楼安全系统设计的程序员。方美涵的公寓在租下之后就被我精心设计，在他俩纠缠在沙发上的某一瞬间，浓郁的臭气烟雾从天花板喷发出来，整个屋子烟雾缭绕，是我精心为他们准备的助兴氛围组。什么味这么冲鼻子？可，大概是楼下的垃圾车吧，或者楼上在煎臭咸鱼。先不管了，他们什么也看不清，还猛烈咳嗽起来。可神魂颠倒的他们竟然丝毫没有停下身下的动作。不一会，我贴心帮忙拨打的火警也到了，门锁在我设置的程序里自动打开了。看到屋内的烟雾，消防员们直接抱着水枪冲进屋内，高压水枪里的凉水将正在热情的男女浇了个透心凉。随着2声交织在一起的男女尖叫声，我安设的监控也彻底进水损坏了。几秒钟后，眼前刺激的场面消失殆尽，漆黑的屏幕上映照出我冰冷的笑容。亲爱的老公，喜欢这样的礼物吗？背叛我和女儿的代价正在一点一点向你袭来。那天，楼上下的邻居看到消防车来了，都齐刷刷出来围观，还拍下了目击角度的视频。方美涵抱假火警的事还上了热搜，
新闻媒体的报道上依稀可见2个光不出溜的马赛克人影。程志伟自知有罪，在外面住了2天都不敢回来，直到我打电话质问他，他哼哧憋肚地说，当时是为了见我，去小姑子那边洗了个澡，结果可能是抽烟触发了烟雾报警器，才无意间报了火警。我心中默默赞许，非常完美的回答，不愧是他。那几天趁程志伟不在家，我开始着手准备离婚手续和整合他出轨的证据。程志伟是公职人员，对私德方面的要求甚高，一个不小心就会丢了工作，所以我准备用出轨这件事威胁他净身出户。可是当所有计划都已经敲定，程志伟灰溜溜回来的那一天，我看到他面黄肌瘦的憔悴模样，忽然改变了主意。不，我不能让他就这么白白便宜了。即使丢了财产，可他还是堂堂正正的活着，实在难解我心头之恨。到底是什么恨这么强烈呢？我想了想，应该不只是出轨和欺骗这2件，大约是我难产大出血那一晚，他在抢救室门口打游戏，一直打到了昏睡过去；亦或是我坐月子时候，为了还房贷舍不得请月嫂，亲手洗的尿布，还有婆婆的刁难，冰冻3尺非1日之寒。我还没有让程志伟和婆婆这对祸头母子付出代价，怎能罢手？他在我面前主动跪了搓衣板，拉着我的手，低声下气说，老婆，我已经让方美涵走了，以后她不会来打扰我们的生活了，我们不闹了好不好？好啊，知错就改，难能可贵，你知道甩掉这个麻烦就好。于是我微笑着原谅了他，看着他对我竖起手指，山盟海誓。他说，如果我有背叛老婆的想法和实际行动，一定身败名裂，不得好死，一辈子断子绝孙。可是我知道程志伟是唯物主义者，不信鬼神，所以他从不怕报应，发毒誓都是极其随意。只不过他似乎忘记了人心比鬼神更可怕的道理。那件事之后，老公再也没有主动跟方美涵联系过，那个娇俏的女人似乎从我们的生活里人间蒸发了。而程志伟似乎受到了惊吓，开始多了不举的毛病，到处去男科医院求医问药，也无济于事。大夫说他是心病，需得心药医。晚上同床异梦时，他仍然软趴趴地躺在床上，唉声叹气。我也失眠了，结果正巧听到了程志伟偷偷去阳台上打电话，你快回来吧，别跟我怄气了。我这就准备着转移财产，跟他离婚。我现在只对你一个人有反应了，你得救救我的病。我好心帮程志伟约了一个私立医院精神科的医师，并提前买通了医师。老公，这位大夫年轻的时候是有名的男科圣手，后来业余又考了心理咨询师资格证，所以对你的病，他一定得心应手。程志伟对我感激涕零，忙不迭就独自去见了医生。医师桌面上放着一个微型收音系统，我全程听着诊室那端传来的录音。他倒是坦诚，对着医师直接坦白了导致自己不举的缘由，是因为出轨上床时被意外情况打断，当时就是这么个情况。在此之前，我很正常，每次看到肤白貌美的美女都特别激动，但是自从那次受了惊吓之后就不行了，什么偏方都不管用。医师沉吟了片刻，思索良久，对他说，男人嘛，哪有不问野花香的？我理解你这种情况，既然是和老婆情人有关，就必须对症下药才能治本，否则呀，影响了生育能力，小心悔恨终身。程志伟两眼放光，一听说能治，就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急切地问，还请医生指点。
该怎么做才能治我这个病啊？我可不想一辈子当太监。医师神神秘秘地冲他招了招手，示意他附耳过来。这一般人啊，我不告诉他，其实我也得过这种病，最后怎么治好的呢？他卖了个关子，压低了声音，在不允许做事的地方，当着老婆的面就在隔壁偷情，得到心理的刺激和满足，就能从根本上治愈。这可是为了男人的终身幸福，你好好想想吧。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，后半辈子算是成了顽疾了。程志伟从诊疗室走出来时，一脸心事重重。我为他披上一件外套，温柔地牵起他的手。怎么样，老公？医生怎么说？他神思有理，半天才反应过来，怔怔地答：老婆。医生让我放松心情，我表示理解，点点头，状似无意的提议：那我们下周末去白白寺庙吧，那里清静，对你养病再合适不过了。闻听寺庙二字，程志伟像是被打通了任督二脉，豁然睁大了眼睛。你太聪明了，老婆，这个主意真是再好不过了。我不动声色的脸眸给他指明了方向，那里的确就是不允许做事，还能寻求非同一般刺激的地方。程志伟这辈子最在乎的，无非就是自己的大男子主义和他的生殖能力，而我笃定他能为恢复男人的尊严豁出一切。周末，程志伟带我去了半山腰的一处寺庙，这里正在举办庙会，热闹非凡。跟我的约定相悖的是，他还带来了婆婆和小姑子方美涵。这对狗男女这么快就和好了，我颇觉有趣，甘愿配合他们演一场戏。一路上，程志伟都在撮合我和小姑子的关系，而我也闷不作声，似乎是顾及婆婆的面子，委曲求全，完全是一副贤妻良母的模样。程志伟很满意，和我们一起进了寺庙，并定下了斋戒3日的厢房，一人一间。傍晚，所有人都在吃斋饭，只有婆婆鬼鬼祟祟不肯吃。我悄悄跟踪上了她，却发现她正一个人跪在蒲团前，虔诚的跪拜。我也从她零零碎碎的话里拼凑出了有关方美涵的一切真相。原来方美涵其实是婆婆乡下邻居的女儿，是她以前认养的干女儿。少女时期和老公曾经有过一段露水情缘，现在他们又旧情复燃了，才想到用这种方式纠缠在一起。别怪我用这种方式撮合他们，实在是有难言之隐。他们2个孩子啊，八字很合，我都对过了，祈求佛祖保佑，能让我家志伟有个后。老程家可是3代单传啊，不能到他这里就断了根。我心头大骇，原来撮合他们的始作俑者竟然是婆婆。这对母子俩果然蛇鼠一窝，没有一个好东西。今年的庙会相当热闹，不少人竞相来上香祈祷，因为是本市著名的寺庙加景区，据说还会有媒体记者来报道。而我也在默默等待着他们狼子野心发酵的那一刻。再次见到方美涵，与先前不同的是，她的皮肤更加饱满柔和，十分红粉娇嫩，充满了孕期温养饱满的状态。嫂子，别来无恙啊！希望下一次见面，我们还是一家人。她看我的眼神再没有之前那样的怯懦，而是充满挑衅。或许是知道自己即将上位，而我只是一笑置之，并没有与他针锋相对。因为登高跌重的惨状，怎么能不令人期许呢？程志伟来的时候，偷偷带了3片伟哥的事，我清晰了然，只看他什么时候发挥。第2日中午，所有人都去钱塘潜心礼佛，只有他装肚子疼，而小姑子声称照顾他，并不在场。我偷偷跑出去，透过窗缝看到他们果然在后院厢房缠抱在了一起，随后安然回去，闭目跪坐在蒲团前，
默默念着经书。他们还真是不知廉耻，在中午人流量最多的时候就大行不耻之事。不料我还未伺机行动，后院的厢房里就传来一阵凄厉的惨叫声。啊，我的孩子，救命啊！正在教我们念经的住持听到这不合时宜的动静，身形一顿，带领我们去往了后院。撞开屋门，只见方美涵惨叫连连，衣不蔽体，正血淋淋地站在那里，连小腿都在颤抖，两腿的腿缝间不断流出密密的鲜血。在场的几个壮汉见状，连忙上去拉走了失去理智的程志伟，用几个巴掌抽醒了他。他清醒过来之后，脸上欢愉销魂的神情一下子如死灰般惨白，看到方美涵更是满脸惊恐。怎么会这样？程志伟恐怕到死都不知道，那几粒伟哥早已在他出发之前被我换成了更大剂量的虎狼之药。庙会上的记者还未走远，听到动静，一窝蜂全赶了回来。婆婆被人搀扶着过来，得知抱孙子的心愿泡了汤，大孙子还是被自己儿子亲手扼杀的，气得当场心脏病发作，晕死过去。20分钟后，他和方美涵双双被120救护车拉走。闪烁的车灯离开前，我看着跪在地上捶胸顿足的老公，不禁露出诡异的笑容。景浩一男子在寺庙兽性大发，致使女友流产。景浩这一事件经媒体曝光后，迅速登上头条。程志伟真正实现了他的誓言，若有违事，身败名裂。他丢了工作，原本就是走关系找到工作的他，现在更是如同丧家之犬。我和他签署了离婚协议，为了避免我手捏更多证据的诋毁，他选择了净身出户，在公共场合犯罪，性质恶劣。婆婆为了让程志伟不蹲监狱，给方美涵家赔了不少钱私了。听说没有工作又好吃懒做的程志伟，在了解到寺庙里管吃管住，选择出家了，但是很快又因为心术不端，被寺庙赶了出来。后来流落街头，撕破惨淡婚姻面具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程志伟，而是去到了隔壁城市，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，带着女儿重新生活。某一天下午，我下班坐地铁出来，在地铁口，我去到了程志伟，正跪坐在地铁口弹唱尤克里里。他此刻蓬头垢面，胡子似乎多年没有刮过，邋遢的如同一个真正的流浪汉。那段经典的旋律把我一下子拉进回忆里。他说，尤克里里的曲调象征永恒的爱情。我想起我们恋爱的时候，他经常弹给我听。路过他身边时，我俯身给他扔了一枚硬币，钢镚落在饭碗里，发出当啷一声轻响，像极了那些恋爱时光。剩下白瓷梅子汤，碎冰碰壁当啷响，并无不同。虚假爱情的泡沫，在被婚姻的真相戳破之后，何其讽刺！前夫先生，别来无恙啊！看来寺庙里的清净也净化不了你龌龊的内心。程志伟的头上依稀可见9点戒疤，却早已被参差不齐的头发掩盖。见到我，他不掩惊慌失措：“你竟然能找到我？不是我特意找你，实在是你的不堪，已经脏了我的视线。”我勾了勾唇，抬脚微微踢开了他的破碗，在他狼狈的眼神中，毫不犹豫抽身离开，身后残阳如血。我的高跟鞋笃笃地踏在老街的青石板路上，迈向了新的街巷，另一片天地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